线上线下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圆明园管理处和海淀区图书馆共同举办的2026年全民阅读季活动。我们活动包含主题多样的讲座和线下艺术展览。本次讲座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庚老师。郭老师是中国科普作协生态专委会演讲专委会副主任，北京经开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几十年来与猴相伴，与鹿共舞，观鸟摄鸟，寻讲不停，笔耕不止，撰写鸟类等动物保护科普图书30余部，曾为北京市劳模、奥运火炬手，先后2次荣获全国科普先进个人。今天郭老师将结合多年的观鸟经验，为我们进行鸟类知识科普。下面把时间交给郭老师。好，谢谢。好，非常高兴来到圆明园，给大家呢，做一个题为《观鸟简史》的一个汇报。我呢作为一个观鸟爱好者，观鸟了几十年，特别是作为一个北京人，北京生北京长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城市中开展观鸟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本人的工作单位呢叫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再过2天，5月22号就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对地球、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的一种科学认知。从大概40年前，我初步从事动物保护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词，至少中国还没有普及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做的观鸟简史，就是一个关于人和鸟、人和自然、人和动物应该怎样正确处理人和动物的关系的问题。好，首先感谢各位的捧场。大家见过鸟吗？见过。见过什么鸟啊？因为我没有时间做调查，所以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很多都是观鸟者，起码拿着家伙的肯定是哈。这拿着一个长焦相机，我们刚才没进来，半路上就碰上了。那么我到学校去的时候啊，经常我问你们见过什么鸟啊？大家大概有一半以上都喊的是麻雀，然后有人甚至还加一句说：“老师，我别的鸟不知道，我就知道麻雀。”哎，经常有人这么爱跟我说。我说那这可不敢随便说呀。我说你知道麻雀吗？知道中国有几种麻雀吗？5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种麻雀吗？28种。北京有几种麻雀呀？北京有树麻雀、山麻雀。有人说北京有北京有人说北京有家巧啊，家麻雀呀。我说错了，家巧指的是树麻雀，而不是家麻雀。家麻雀在中国哪儿最容易见到呢？新疆。你看看，另外还有黑胸麻雀、黑顶麻雀，也都是新疆最容易见到的，在咱们内地啊反而很难见到。但是山麻雀、家麻雀确实是我们身边有的，尤其是树麻雀，正好最近呢，还是世界候鸟日，因为每年的5月份和10月份2个这月份的周6是世界候鸟日。哎，一般什么的纪念日都是一年都是1次啊，这怎么2次啊？大家看看为什么呀？这是5月和10月，正是鸟类迁徙的季节。一个是春末5月份，一个是秋初10月份，正是鸟类迁徙的季节，所以叫候鸟日。哎，刚才这位朋友呢说的冬候鸟、夏候鸟，正好就是候鸟
什么叫候鸟啊？一会儿我们要涉及到啊。人类其实对鸟的认知由来已久，4000年前，就是在埃及的一个4000年前的古墓的壁画上，人们发现有很多鸟画在壁画上。鸟画在什么坟地里啊？这陵墓中啊，这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些鸟竟然让鸟类学家有一多半都认识，而且跟现生的鸟都能对得上号。由此就觉得，哎呀，这个留下来这个画作的这是一个鸟人，古代的鸟人，他认识鸟，他知道鸟，他没瞎画。那说到这儿，我跟咱们国家有一些这个画家呀，有时候就说不来。为什么呀？有时候那画家画的画啊，不伦不类，让你看不出是什么鸟来。当我批评我说你这画的什么鸟啊？我观鸟观了几十年没见过这种鸟。他说这你不懂了吧？我们这叫写意。好，一写意啊，就不知道是什么鸟了，随便的涂抹各种颜色，随便往上弄。哎，我觉得那是不可取的。我们起码你要既然要画，你要起码第一你要真实，你要科学。子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你得有教育意义，是吧？有科学的依据。那么这个古墓啊，很多大家那些鸟类学家都认识，但是竟然还有几种不认识的，这为什么呀？这引起了鸟类学家的反思。不认识，是因为我的水平低不认识吗？可是现在大部分我都认识啊。那不认识的，难道是已经灭绝了的？这真有可能。因为近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年以来，已经有大概有几百种鸟灭绝了，还有几十种兽，就是哺乳动物灭绝了。所以这在4000年前这么长的历史时期，估计这一段时期人类会遇到一些物种灭绝的事件。好了，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观鸟简史主要是2部分，一部分是西方观鸟的简史，一个是中国观鸟的简史。观鸟英语叫 bird watching，bird watching 是英文，但是美国人说英文跟英国人还有点不一样，非常简略。它叫什么呀？ birding， 哎，就是一个鸟加上 ing， 就是观鸟啊。Birding is my favorite sport， 啊，观鸟是我最喜欢的活动了。哦，哎，由此啊，就说跟美国人交往的时候啊，你一聊起观鸟来，哎呦，几乎成功率50%。要是遇上美国人一聊，为什么呀？马上就成了朋友了。哎，因为这个美国的国民观鸟啊比例非常大。但是 birding 这个词啊，在英语中啊，在莎士比亚时代，它可不是观鸟，它的原意是什么呀？是打鸟，是杀鸟。干嘛要杀鸟啊？就是当时啊，人们杀鸟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抓鸟、揪鸟毛，收藏鸟蛋，做鸟标本，吃鸟肉，反正没一件是好事儿，几乎都干的是坏事儿，反正就是在那毁鸟呢，那就是所谓的打鸟。大家在座的朋友听过这词儿没有？尤其是这位拿着大炮的，听说过打鸟这词儿吗？现在社会上啊，有一些所谓的大爷，拍鸟大爷，说话匪了匪气的，一来叫哥们儿打鸟去，哥们儿打鸟呢，打鸟。他认为这是他很时髦的一个词儿，不光拍鸟大爷，有拍鸟女大爷也这么说，打鸟呢啊，好像他挺那什么的似的，挺江湖的那个劲儿似的。实际上这个词儿是非常带有侮辱性质的词。我说你们凭什么叫打鸟？他说你不懂吧，打鸟就是拍鸟。我说打就是拍吗？那你每天看新闻联播，你看那都是中央领导出来了，那记者都在打中央领导吗？
你不能这么说呀，是吧？打就是打，而且 birding 这个词最开始原来就是打鸟，就是杀鸟的意思。更何况你能混淆视听，为什么混淆视听啊？今天社会上还真的有人还在杀鸟，他没枪了，拿什么呀？拿弹弓。所以这种恶劣的事情还在我们这个现实中存在。所以你在说打鸟，你在混淆视听。那些真正打鸟的人就把他给掩护了。所以说你这是不是一个这个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观鸟兴起于英国，当然我指的是现代观鸟运动，就是这个 bird watching。18世纪晚期，今天在英国，每30个成人中就有1个人是观鸟者。我曾经有一次到英国去出差，没想到呢，安排我们住在伦敦的郊区，不但住在郊区，还住在郊区的一片树林里的一个酒店。同行者呀，有几位就颇有微词，说好不容易出次国，到伦敦还住郊区，还住林子里。哎，我可高兴了，为什么呀？能观鸟啊！于是放下行囊，我就去观鸟去了。出了酒店就能观鸟。走着走着，进到林子里了，突然见到一个小木屋。嘿，我觉得这地儿真好，哎，就在林子里住不错。嘿，正在这儿翻愣呢，出了一个老太太，呵，看着有点像要讲这个7个小公主的故事了哈。那老太太一见我戴着望远镜呢，嘿，就热情的跟我打招呼，说你是不是 birder 啊，观鸟者呀？我说对呀。他就开始喋喋不休的跟我讲了，这哪有，说着说着 wait moment， 说等会儿，呵，一转身回屋里去了。我说哟，怎么突然刹住车不说了？一看再一出来，手里捧着一本书《大不列颠观鸟手册》，我一下明白了，这就是一个鸟友啊！你看，他乡遇故知，他乡遇鸟友。那么说到英国的观鸟啊，大家都知道英国的国鸟叫什么呢？学名欧亚鸲，俗名知更鸟。它还有一个俗名叫夜莺儿。大家注意听我说话啊，夜莺儿。我为什么要特意的带着儿音呢？强调儿音呢？因为你如果不带着儿音叫夜莺，那就变成了什么了？另外一种鸟了。所以你看咱们中文啊，就这么一个词儿，它变个尾音，竟然物种都变了。这中国人太有水平了。那么欧亚鸲是它的学名。这2年我不知道在座啊，应该也有鸟友。那么这2年在北京也纷纷的有欧亚鸲露面，但是都是零零星星的一只，几乎没有出现过一对或几只的。那么你到欧洲去，到德国，到英国，到法国，都会产生一种什么场面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就是天还没亮呢，路灯还开着呢，窗外就传来了叫声，鸟的鸣转。谁呀？多数是这个欧亚鸲。所以欧亚鸲在欧洲，它普及的就像咱们身边的麻雀一样。哎，所以英国人其实也挺通俗的，就以它作为他们的国鸟。说到现代观鸟的起源呢，不得不说这位叫吉尔伯特·怀特。吉尔伯特·怀特是一位乡村牧师，也就是一个神职人员。他呢基本上都限于在他的所在社区观鸟。但是他为什么热衷于观鸟呢？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应该介绍一下这2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有很多传教士，大家都听说过，到中国来观察野生动植物。当然有人说了，是为了回去卖钱、卖标本、引种，但是实际上他披着传教士的外衣，他还有他的传教士的一个目标，什么呢？证明上帝的造物的丰富。
所以他这个在西方的这个基督教中呢，他也像刚才孔子说的那句话殊途同归，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那这位吉尔伯特·怀特呢，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对他的所在社区的鸟观察的细致入微，甚至观察到了个体行为，而且他倾注了他的爱意和美学高度，所以他把这个观鸟的这个日记呢，就写成了一个厚厚的本子，最终呢出版了一本书，叫《塞尔本博物志》，这就成了西方观鸟界的圣经。它等于是掀起了西方的一场运动，观鸟运动。这就是那个号称现代观鸟之父吉尔伯特·怀特。其实咱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只不过没有被社会或者说是没有成为这个今天的一个主流。待会儿我要给大家看这个照片了。那么观鸟兴起于英国，兴盛于美国。美国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一片大陆。原来本地的土人呢，与鸟共舞，与兽共舞，但是呢，没有提高到这种博物学的高度。随着欧洲殖民者的纷纷的介入，两类人，一类人是开发者，在疯狂的屠杀、破坏，但是另一类呢，还有一类呢，是心系荒野、回归自然的一些迫切的很多的自然保护者。那么其中这位画家叫约翰·奥杜邦。要是去过美国的人，或者跟美国的自然保护组织有过交往的人，就知道奥杜邦协会如今还是美国最活跃的、最有群众基础的社会基础的一个爱鸟护鸟的协会。那么奥杜邦协会实际上就是这个奥杜邦他的门生这个建立起来的。奥杜邦他是画家，他画了500多种北美的鸟类，而且出了几个册子，就是美洲鸟类和鸟类传记，所以被誉为鸟类的百科全书。当然了，中国的观鸟运动实际上是受美国的国民观鸟的活动的影响。最开始，在中国，观鸟只是学院派的人，也就是大学生物系的人，他们才搞观鸟活动，那是他们的教学活动，但是没有进入一般的百姓家。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大家听到外边是谁在叫了吧？咕咕咕咕，大杜鹃。大杜鹃也是典型的湿地杜鹃。湿地杜鹃现在传来了布谷布谷的叫声。那么大家可能还熟悉另外一个杜鹃，咕咕咕咕，四声杜鹃。四声杜鹃呢是林间杜鹃，所以它们是不同声境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山郊外的，就是郊区的山地的五声杜鹃，咕咕咕咕咕，叫五声杜鹃，也叫小杜鹃。这是咱们北京的3类杜鹃。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布谷嘛，咕咕就是2声杜鹃，大杜鹃，它就叫杜鹃。然后4声杜鹃呢，又被咱们老百姓称为光棍好苦，或者叫什么？河南人管它叫什么？吃面嚼醋抻面嚼醋吃那个抻面还要嚼醋。完了，英国人管它叫蓝猫包头。再来一瓶蓝猫包头。你看看一种鸟，所以鸟和人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不同人有不同的称呼那么说到这个中国的观鸟运动实际上就是受美国人的观鸟活动的影响。当年是民间环保团体
自然之友，就是梁从诫会长，他是创会会长。我当时呢也是最基础的会员，最开始的会员，所以我目睹了这一切。当时有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叫汪永晨，他到美国去采访，结果他就看到美国的民间呀、社会呀，有很多老百姓都在搞观鸟活动，他就觉得这事儿挺好哎。回来以后向梁从诫先生汇报，梁从诫先生说：“那这挺好，那我们这个自然之友活动也搞观鸟吧，就成立一个观鸟小组。”所以后来有一些这个环保局的官员就笑话我们环保组织，说这个环保组织是三件事儿，叫什么？演讲观鸟演讲捡垃圾啊，就这3件事儿。其中观鸟是到现在一直坚持下来的，而且呢，当年是叫观鸟小组，现在已经都分别成立了观鸟会了。当年北京的呢有2个观鸟会，一个是北京野鸟会，就是自然之友下边的，一个是叫绿家园这个环保组织下边的叫北京观鸟会。但是在这个民政局整理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时候啊，整理这 NGO 的时候啊，结果他们好像要被这个取缔了，所以也找我说能不能挂靠在什么单位。后来我帮着介绍到了绿发会，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绿色发展，它叫中国绿色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这么长的名字。后来呢，他们就成中国绿色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观鸟专业委员会，最后掐头去尾，中国观鸟会就变成了5个字了。实际上，我到北京以外的很多拜访其他的各省的观鸟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北京有2个，一个是北京野鸟会，一个是中国观鸟会。很多地方的这个观鸟会都不服，说你们这还叫中国观鸟会，反正我们不是在你们下边的，挺有意思的事儿。好了，那么奥杜邦呢，实际上是影响了美国人，但是他当时所在的那个环境，我说曾经的时候对鸟来说是带血的时尚，因为当时美国社会那些贵妇人以揪鸟毛为时尚。揪鸟毛干嘛呀？插在自己的这个帽子上，招摇过市，以此作为时尚。所以奥杜邦他针对日益膨胀的这个鸟羽贸易啊，就成立了这样保护组织。如今呢，在美国已经每年大概有9600万人参与这个庭院观鸟活动。在美国，很多人都是住的一个大院子，一家一个院子，院子后边呢有很大的这个庭院空间，可以搞这种这个园林园艺活动。但是呢，很多人包括超市就有卖那个喂鸟器，所以有喂水的，有喂食的喂鸟器，所以很容易往那一挂，就可以打开窗户，凭窗就可以观鸟和拍鸟了。所以当时奥杜邦协会的人到北京来，我们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我跟一个美国的鸟友，我还聊天的时候，我还有点那种外交口吻的，我说的，哎呀，你们美国观鸟人多幸福啊！你们那么容易看鸟哈，鸟也不怕人，就在你们身边，落在身边，你们随便拿个标准头的相机都能拍到鸟。我还表扬人家呢，结果人家说你们中国的鸟人才幸福呢，我们美国的鸟才充其量也就是700-800种，你们有1400多种，现在已经达到1500种了。所以中国的中国人幸福就幸福在这儿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一个国家，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占全世界的大概是第13位，而且北京竟然在全世界叫 G20 国家的首都中，观鸟排第2位，鸟的种数排在第2位。你看现在讲课室外边又传来了谁呀？啄木鸟的叫声。啄木鸟，大斑啄木鸟吧。你看看，所以你看看，我们这讲课时不时的
耳边就能传到有鸟声。我刚才上厕所，上面叽叽喳喳的，还是白头鹎在叫啊。好了，那么其实观鸟活动呢，赏鸟这个观鸟的活动呢，每年给美国创造2970亿美元的产值，提供78万个就业岗位，贡献160亿美元的税收，这还是几年前的数据。在观鸟界有一些术语，当然是英文的术语，推车，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哈？Twitter 呢是就是应该说是叫什么鸟疯子，我管它叫鸟疯子，就为了某种鸟不顾千里迢迢的专门去看。我前2个礼拜就当了一次鸟疯子，到哪儿了？到这个东亚地区，海参崴呢专门去看一种毛腿鱼鸮啊，就奔着这鸟去的，而且在野外住了4天帐篷，夜里头盖着睡袋，穿着羽绒服、羽绒裤，都冻透了，熬了4个夜里，就是为了看这个毛腿鱼鸮，好在都达到目的了。当然，第2个呢就是 birder， 就是我们平时的观鸟者，英文就是非常简单 birder， 还有佛系观鸟者啊。刚开始我们观鸟者啊，就是一个家伙，就是望远镜。如今呢，就是2家伙，一个是望远镜，一个是长焦相机。因为长焦相机现在成本低了啊，拍鸟几乎不用什么成本。过去刚开始我们拍鸟拿胶片啊，那胶片20多块钱，起码便宜的也10几块钱，20几块钱一卷，才36张，那成本多高啊！那拍完了还得洗出来，又得加1倍的钱，所以当年确实是拍不起。那现在随便了，是吧？现在都电子的了，回来往电脑里一放，往那个硬盘里一放，就成了你的这个库存了。所以刚开始的就是观鸟者，现在呢，同时也是拍鸟者。这是有一个朋友画的我啊，我在湿地观鸟。这是我去年陪着家人到青岛去度假，结果呢，跟当地的鸟友一联系，哇，我现在到哪儿去都跟当地的鸟友联系，就给我找到组织了，鸟会的会长就接待了我，派人带我去看了中华凤头燕鸥。哎呦，这可是名鸟！中华凤头燕鸥，1930几年德国人在胶东湾发现，之后就没影儿了，将近1个世纪没影儿了。然后2010几年突然又露面了，现在非常稳定的在舟山群岛繁殖，而且它非常奇特的是，在那儿生完了小鸟，带着小鸟雏鸟飞到胶州湾这儿来，就是青岛旁边有一个红岛，大家知道吧？有个黄岛，还有个红岛，就在红岛那个地方，这是我拍的中华凤头燕鸥。刚才说了，美国观鸟呢兴盛于美，而且是因为私人汽车的普及。可是，一说到这儿，我就觉得有点惭愧。如今中国私人汽车也普及了，那怎么观鸟运动没普及呢？其实还是跟我们的这种博物学教育还是有关系。虽然中国的生态文明是从上到下的，但是国民这种对这个博物啊，对这个动植物的这种热情啊，好像还不够高涨。当然了，观鸟者，尤其是到了这些所谓老少边穷地区去观鸟，带动了这些地方的经济的发展。其实中国当年最开始有这批先驱们，也是因为西方的学者和西方的传教士来，叫西学东渐，其实有推动作用。那么包括这些观鸟人走到了祖国的各个偏僻地区，对这些地方也有推动作用。比如大家知道的，不知道在座的这个观鸟者有没有人去过百花岭啊？去过百花岭的老侯
哎，那就是原来就是一个农民，就是一个山民，他就只知道抓鸟，老跟保护区打架。那现在保护区都特别跟他们关系特别好，他们自己都成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了。为什么呀？因为鸟是他们的摇钱树、金饭碗，有鸟在就有来人，来人我这就吃住行一条龙，就可以挣钱。你看，这不就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了吗？所以我们说保护生态、保护自然、保护鸟，它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那么观鸟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呢？其实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这几十年工作经历啊，一直是与兽相伴。最开始是与猿猴、灵长类做养猴子的饲养员，甚至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派到西方去做中国猴饲养专家，主要是搞猴子的。那么后来呢，调到北京麋鹿中心呢，又与鹿共舞，都是兽类。当然了，因为作为民间团体观鸟会的嘛，所以也观鸟。但是呢，如今退休了，跟兽基本上没多大太多关系了，所以就以观鸟为主了。那么观鸟，我这里总结五大吸引人的原因。第一是无所不在，你看，包括我们现在讲课，窗户外都，这又传来这个谁呀？朱颈斑鸠，咕咕咕，咕咕咕，你要仔细看看，他可能正在求偶呢，点头哈腰的，咕咕咕，这个节奏。如果要是咕咕咕，咕咕咕，那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那个戴胜，就是另外一个节奏了，这都不一样。山斑鸠也可能是这个节奏，对，所以无所不在。另外成本不高，可能那个兄弟说了，我这个家伙贵着呢，那是一次性投入，起码买完了以后，现在子弹不用再花钱了，是不是？你过去那个胶卷子弹老得花钱，现在子弹不用花钱了，随便拍，拍完以后都搁卡里头一转，全是你的了，那很社会。你观鸟拍鸟，你愿意独行侠也行，愿意哥俩也行，也3、5个也行，但是忌讳多，不能说好。我原来一来有的就是一个班的或者一个年级的，那说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观鸟？我说不行，我说你这么多人跟打狼似的，那你这么多人，我说话我得拿个麦克风吧，我得喊吧，我一喊鸟跑了，是吧？就那么10个人左右最合适。所以观鸟是一种 VIP 的形式，但是呢，可群可独，可线上可线下。另外呢，还有很多活动，比如也可以竞技啊，观鸟比赛啊，一会儿我还要汇报。另外也作为一个休闲活动，你看度假呀，一种博物学考察呀，生态之旅啊等等的，还可以定制化的，专门摄影，观鸟摄影，专门旅游观鸟。甚至我还有几次在国外，在非洲啊，在亚洲，在尼泊尔啊，被邀请做鸟导。大家听说过吧 ？Bird Guide 鸟导。所以有时候我讲课的时候，我说：“同学们，你们愿意不愿意拿鸟挣钱呀？”怎么拿鸟挣钱呀？那小孩说：“那把鸟抓起来卖了，不就拿鸟挣钱了吗？”我说：“那就错了。”我说我就拿鸟挣钱，我就不是把鸟抓起来把鸟卖了，我是当鸟导，带着人去认鸟，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业态。我觉得中国生态文明现在走到了这个程度，尤其是国家公园国家，到2035年，中国将建成国家公园国家。什么意思啊？中国的国家公园的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0%呢。现在才5大国家公园，下一步最多要推出多少呢？达到49个国家公园。所以你看，下一步中国这形势特别有利于我们的这种爱好，发展观鸟的爱好。去年呀，我到新疆和田讲课，讲完课我就到郊外去观鸟，一片湿地，在湿地的远方，我看到了一群好像是灰雁，
哎，结果竟然有一只大白鹅，我感到很奇怪。我说这是全是野的，怎么来一只大白鸭子、大白鹅呀？这怎么回事？但是还没看一会儿呢，这只白的跟这些棕色的一起飞起来了。我一看飞的一点不差，一点不差，我立刻就知道这不是家鸭，家鸭飞不起来，它肯定是跟这个鸟是一样，是哪种呢？都是灰雁。哎，灰雁俗称红嘴雁，大家听说过吧？哎，红嘴雁是不是很熟悉？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年轻人啊，都知道一首歌：红嘴雁呐飞回，芦苇随风摆。听过吧？河对面那晌午来台，今天在不在？哦，不知道啊。那其中有一句你们就知道了：流星街里还传来八扬琴声吗？哎，就这个歌，这个歌第一句就是红嘴雁呐飞回，你看多有意思啊，是吧？好了，其实爱鸟是世界性的，你看看这么多国家，大家看一看各国国鸟，我这好几页呢，大家做好思想准备，我要准备翻页了啊。你看，还有很多国家都酷爱一种鸟，哎，你看家燕。还有下边的这个匈牙利的这个国鸟是什么呀？哎，大宝。大宝，前些日子我写了一篇文章，应该说前年，叫《大宝天天见》。这个大宝，但是那个天天见，那是怎么回事啊？大概是连续5、6年了，在北京的通州，冬天都来几只大宝。哎呀，现在不行了，现在那边楼盘都起来了，大宝没有容身之地了，也非常非常遗憾。当时我跟他们那个土地局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悲观，因为他们说我们会把这儿建成一个公园的，到时候欢迎大宝还来。我说这不可能了，我说原来是农田，大宝竟然跟这个农田形成了一个过冬的一个和谐的环境。现在它飞哪儿去呢？都比较稳定的飞在沧州地区。沧州地区没有发展这么快，可是咱北京不行了，那郊区都盖起高楼大厦来了，农田根本存在不下来。玉米地原来是玉米地，这个冬天撂荒的时候，大宝都在那儿。哎呀，我们连续几年都去看大宝，非常遗憾，现在东方大宝数量才几千只，非常濒危的物种，就是这个。哎呀，很漂亮，叫 Great Bustard 大宝，匈牙利国鸟。你看这各国国鸟非常丰富啊。哎，美国的叫白头海雕，英文叫 bald eagle。你看 bald eagle 这俩词儿呢，经常被一些比较拙劣的翻译者翻译成秃鹰，其实就应该翻成白头海雕。白头海雕是它的这鸟的学名。哎，咬鹃，对，好多种咬鹃呢。你看，这个今年2月份我正好到南非，南非的国鸟是蓝鹤，而且就在农田里见到的，而就在高速路边上，赶紧停车！我说赶紧停车，看路边那农田里头有蓝鹤啊，国鸟，南非国鸟。这里有一种唯一的一个国家是把灭绝鸟类作为他们国鸟的，谁呀？对，渡渡鸟，渡渡。它的英文很简单 ，DODO， 渡渡，渡渡鸟。您说对了，就是因为它的叫声嘟嘟嘟嘟嘟嘟，就叫渡渡鸟。哎，这在动物名称中有很多在西方都留下来了，比如这个非洲斑驴，非洲斑驴咱们中文叫斑驴，英文叫什么呀 ？Koga。据说这个驴当年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叫 Koga Koga。然后在马达加斯加有一种
猴叫纸猴，英文叫 i， 是因为它的叫声 i， 哎，所以它的名字就叫 i， 哎，所以你看看这个名字跟鸟还是有关的。这些都是各国国鸟。我特意把这个蓝孔雀和绿孔雀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大家非常熟悉，多见的都是蓝孔雀。蓝孔雀在中国的地位像什么？就像家鸡一样，实际上是一种禽类，由这个农业部门给引入的，饲养繁殖啊，成活率啊，繁殖率啊都很高，哎，但是它的野生的来源呢是来自南亚的，印度啊、尼泊尔啊、不丹呐，都非常常见的蓝孔雀。绿孔雀才是中国自古就有生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古画中见到的孔雀没有蓝孔雀，都是绿孔雀。怎么判断？非常简单，大家看它的翎子，蓝孔雀的翎子像一个小扇子，看出来了吧？哎，下一步你们到时候一判断就知道了。因为为什么需要你们呢？你们下一步要判断，要解说呢？因为蓝孔雀的身上它也有绿斑，有的那个脖子就绿绿的，所以有人就会说这不是绿孔雀吗？哎，你不能看它的颜色，你要看它上面这个翎子，是个小扇子，那就是绿孔雀。如果是一个簇毛，注意看这样，簇毛那就是绿孔雀，哎，蓝孔雀、绿孔雀，明白了吧？哎，绿孔雀在中国现在野生的，原来是中原大地都有绿孔雀，现在退，现在一直退到云南的红河地区，数量大概还有几百只，就受到水电开发的威胁非常严重。所以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故事，现实的一些故事。好了，各国国鸟呢，看到这儿了。中国有没有国鸟？大家一直很关心，我要明确告诉大家，没有。呼声高的有丹顶鹤，有褐马鸡，有朱鹮，有红腹锦鸡，甚至还有麻雀，还有绿孔雀，还有凤凰。但是搞了好多届的评选国鸟活动，最终还没有落定，尘埃落定。为什么没有呢？争议太多，而且还有个现象，几乎是各省都推各省的鸟作为国鸟。就山西就推褐马鸡，因为它是山西的省鸟。黑龙江啊，什么这东北就推丹顶鹤，陕西就推朱鹮。刚才您说丹顶鹤曾经呼声很高，但是丹顶鹤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英文的名字叫 Japanese crane， 日本鹤。对，对，它在中国是西线，它分布的西线，在日本北海道是它分布的东线。而当年鸟类学家最开始是在日本见到丹顶鹤命名的，还有朱鹮也是，朱鹮连它的拉丁学名就叫 Nippon， 就是日本呀日本，所以就成了一个硬伤。你评了国鸟，好，把日本鸟评成国鸟，让全世界都笑话你。但是实际上，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真正做过带国鸟的是这位红腹锦鸡，英文叫 Golden Pheasant， 金鸡。这也可以。这好，但是知道为什么一直没评上吗？因为有些人给他挑毛病，我估计是那些其他的那个推其他国鸟的人就故意的说，中国这么伟大的国家能评一个鸡当国鸟。后来我说法国的国鸟就是大公鸡啊，那个尼泊尔的国鸟就是棕尾红雉，日本的国鸟就是绿雉，好几个国家人家就是凭鸡做的国鸟。你这个 Golden Pheasant 金色的雉类多好啊！
后来对呀，我说中国地图就是一个大公鸡，你怎么不说呀？所以这个我们觉得这个鸡文化不要往歪处想，不要毁中国的这些概念、这些文字，同志也给毁了吧，小姐也给毁了。好了，那么其实中国的鸟类学家呢也有推荐，包括这个徐维书先生。徐维书先生呢，在2001年，在这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就推荐，把红腹锦鸡作为中国的带国鸟，作为教练员、运动员入场的这个引导牌。好了，我们赶快进入第二部分，画鸟、观鸟在中国。其实在中国很早，在民国的时候，你看1927年、1928年就有我们的先辈们，他们写一些关于鸟类研究、鸟类观察的书。你看，贾祖章先生，甚至在更早，有一位传教士，而且是个女传教士，就编过《百鸟图说》啊，还有一本叫《百兽图说》，一套。你看，那就更早了，在光绪8年的时候啊，道光8年的时候，光绪8年的时候，然后中国呢现在有1500种鸟，但是中国只有3种鸟是中国人自己科学发现的，而多数都不是。我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门外传来声音，大家听到了吧？这个白头鹎，这是最通俗的鸟，对，也叫白头翁。大家看中国的这3种鸟，就是金额雀梅、四川玄木雀和弄港穗梅。在我们北京，不仅西方传教士在北京发现了麋鹿的英文就叫 David's deer， 就是一个叫 David 的传教士发现的。他还在北京记录了大沙锥、山皂梅、山梅。注意看山梅第2行，这是山梅的拉丁学名，其中第二个字母大家看到了没有？北京的字样。所以在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经过2008年奥运会之后，大家对雨燕非常熟悉了啊，说是北京之鸟，甚至有一些媒体啊，因为他为了做宣传，他爱说极端话，他说这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这是错误的，因为以北京命名的鸟还有山梅，而且这些年我看到很多外国朋友到北京来观鸟，到中国来观鸟，专门就要看山梅。在北京郊区，我那年在密云住了1年，就是为了观鸟，租房子住了1年，经常去看这个山梅。这是当年斯文侯在北京科学发现的。好，那么作为国人的观鸟的初期的这些活动呢，1994年，当时那个大家可能知道不知道啊，在那个叫熊猫环岛那儿有一个百鸟园，当时是我和首师大的高武老师，我们在这儿做了个讲座，他专门就讲观鸟啊，我讲的是动物保护啊。后来呢，这2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绿家园分别成立了2个观鸟会，这就是今天活跃于大江南北的北京野鸟会和中国观鸟会。高武老师可以说是我们观鸟界的一个带路人啊，他作为一个学者，却这个躬身把我们这些外行、这些老百姓们都培养成了观鸟的一个爱好者，所以这个他的功劳特别大。所以在前年我出版了新书《鸟人画鸟》的时候，我把我的着作呢也送给他。那么民间观鸟始于1996年，源于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这就是我们的这些鸟会的 logo， 大家看到有甲骨文，还有这个北京观鸟会，现在叫中国观鸟会，它是黑头饰。
1999年，我们在北戴河参加了在中国大陆举办的第1届国际观鸟赛。当时有10几个全世界的10几个队，第1名呢是英国野翅膀队，他以这个获得183种鸟的成绩获得了第1名。我们北京自然之友队是唯一一支中国队，我们的成绩是83名。你看那时候我们多幼稚啊，竟然我们就是个零头，人家比我们多了整整100种。当时呢，我还作为中国队的代表上台发言。当然这里有一句话，观鸟是你一生走进自然的门票。如果学会了观鸟，就相当于获得了这张进入自然剧场的门票，而且是终身免费的。所以这就是我对观鸟的这个一个价值定位、价值观的定位。在第1次观鸟比赛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外援，是一个英国人，他是一个化学博士，叫马丁。作为中国队的外援，我们一起到北戴河的这个山上，山山水水、山林中观鸟的时候，结果就见到了一大排的粘网。当年对捕鸟的，当年啊，其实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见怪不怪了。可是马丁不干了，上去就找人理论，说你为什么这个抓鸟？完了，那老乡都懵了，他觉得他很正常，我们也觉得习以为常。完了，马丁跟他理论说：“我爱你们中国的鸟，你们应该更爱。”你看，这话虽然说的不利索，但是那个道理太清楚了。我爱你们中国的鸟，你们怎么就不爱呢？所以今天我就把它提升到了一个爱国、爱家、爱自然。你爱国吗？你爱国不是说你爱红旗，你不是抱着红旗哭就是爱国，你要爱护国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鸟一兽，这才是个具象的爱国。而且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未来，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未来。这跟西方的一句环保用语是一致的，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未来，叫 nurture nature for the future。那么中国的现在的观鸟可以说是在全国各地正在方兴未艾的发展。注册会员呢，现在有70多个这个组织，几乎全国各地都有观鸟会了。请看，这是中国各地的观鸟会的 logo， 这些星罗棋布的地方都是各地的观鸟组织。据不完全统计，观鸟社团达到70多个，注册会员14万人，目前呢已经远远的又超过了，据说超过100万人了。为什么这2年风头很猛啊？就是因为拍鸟大爷特别多，你以后走到各地的公园都会有拍鸟大爷了。当然拍鸟大爷也不是坏事，退休人员嘛，我也是退休人员，作为退休人员有一个爱好，这就是好事。但是呢，这个还跟观鸟者还不一样。观鸟者呢，第一强调保护。这个我们说，既要看好鸟，又要看好鸟，强调保护。所以你看，把鸟看好，更要把中国的鸟看好，这才是我们强调的。在湖北有一个地方叫京山，京山下边有一个小的镇子叫三阳镇，那个地方有很多这个农民，他们自古就有观鸟的这个习俗，结果他们的后代们，现在的小学生们都成了现代的观鸟者了。我有一次去讲课，结果跟着他们一起去观鸟，他们一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就是用余光都能看出来，这耳朵一听见就随口就说这什么鸟，这什么鸟，让我很感动。
我后来我就回来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湖北三阳观鸟天堂》，没想到后来他们还把这个文章呢给纳入他们的校本教材中了。这就是我对他们这儿的这个贡献。我有一个爱好是唐诗，我还有一个爱好是观鸟，能不能把两个爱好合二为一呢？于是我就编了一本书《鸟语唐诗300首》。我觉得鸟在我们生活中是充满诗意的。鸟来鸟去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445，时时五字在娇莺恰恰啼。你看这些唐诗啊、宋词中啊，充满了这些鸟。甚至我们生活中，大家看，那是我在我们住的社区拍的一张照片，就是现在外边叫的这个鸟，谁呀？白头翁。白头翁后边呢是一个钟，那么这个照片我起了这么一个名字。白头翁说：“时间都去哪儿了？”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本来就是社区的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景观。白头翁，有的观鸟的朋友就笑话我说：“你这郭庚什么鸟都拍呀你我们都连看都不爱看了，都是菜鸟，你这鸟你还拍？”哎，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美。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是谁呀？就是这位。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燕雀是谁呀？就是这位。所以你看，我们身边的鸟跟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这个诗歌词赋息息相关。刚才我说了，西方的观鸟者呢，观鸟之父叫吉尔伯特·怀特。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呢？我正好前年在湖南的郴州讲课早晨起大早到这个城边去观鸟，结果就发现了一种鸟，不认识，中华大草鹰，我给拍下来了，在网上跟鸟友一交流，鸟友说：“哎，郭老师你可中大彩了，说这是一个新纪录，中华大草鹰在湖南没有记录。”哎，结果呢，在这个地方呢，我还看了个雕塑。这个雕塑就这个雕塑，骑驴这老头，他是汉代的，叫程武丁，他是贵阳的乌里人，都知道贵阳吧？当年赵子龙、赵云就是贵阳的，这个叫什么呀？叫什么？贵阳的这个守叫什么守？贵阳太守要把他嫂子推荐给赵子龙，赵子龙这个给拒绝了，幸亏给拒绝了。后来这个贵阳太守还真的就反了啊！这个故事发生在这儿，但是呢，这儿竟然还有这么一个雕塑，在《太平广记》中呢，就记述说这个人能解鸟兽之语。哎，所以我说这不就是中国的这个观鸟之父吗？中国也有这样的人物，只不过我们没有挖掘和推广。刚才说的鸟岛，这就是现在呢自然之友的野鸟会，他们有这么多的人都能够作为称职的鸟岛，都得到了证书，你看可以带队了。这就是我们北京的这个观鸟组织正在兴旺发达。好了，第三部分，鸟的类群和价值。那鸟呢，也叫飞禽，它是恒温的、卵生的、体均备羽的、前肢成翼的。有人说鸟是恐龙的后代，可以说恐龙灭绝了，恐龙的骨血还都遗存在鸟类之中，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鸟类呢，在动物界是属于脊椎动物亚门，亚门下面的一个纲叫鸟纲，它跟兽纲、爬行纲、两栖纲、鱼纲都是并列的脊椎动物。那么作为中国是一个世界鸟类的一个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有6大类，全世界有8大类。
中国有6大类。这个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这个今年2月份呀，去了一趟南非，专门去奔着什么去的呢？北京雨燕的越冬地，南非。但是啊，南非这个国家有8个门类的鸟，中国有6个，就是什么呀？游禽、射禽、猛禽、攀禽、陆禽、鸣禽，6大类群。南非比咱们多2个，一个是走禽，就是鸵鸟，鸵鸟只有南半球有；再一个就是企鹅类，在中国没有鸵鸟的自然分布，也没有企鹅的自然分布，所以中国只有6大禽类。这就是鸟的不同类群，6大类群。当然从分类学上来说，这越说越复杂，我都记不住。我跟大家直说，我也记不住这些。鹅，曲项向天歌，骆宾王的鹅。我正好前2个星期到义乌去讲课，义乌大家都知道吧？大家一说义乌就是小商品，但是义乌还是骆宾王的老家，那儿竟然有一个骆宾王公园。我还专门去这个公园，后来还有一个这个宾王中学，还到这个中学去讲课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很有意思的事儿。那么作为游禽就是善于游泳的，比如包括咱们今天下午我一到这儿，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就带着我从那个停车场一直往这儿走的路上，就拍到了很多的游禽，绿头鸭呀、鸳鸯啊、鸿雁呐，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圆明园这些湿地，游禽非常多，还有射禽也很多。那么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圆明园最有名的就是黑天鹅了。黑天鹅也叫澳洲天鹅，或者叫塔斯马尼亚天鹅，它是澳大利亚的留鸟，所以在我们这儿出现完全是外来引入、人工引入的，不是本地物种。所以我这几年跟这个他们那些林业系统还有不同的意见，他们把这个黑天鹅也列入到了这个本地鸟类的名单。我说这个没有必要，虽然在这儿繁殖起来了，但是它也不是我们这儿的鸟类，因为它不是候鸟。如果是候鸟，有可能按季节会飞来，它不是候鸟，它是留鸟，它是南半球的留鸟。当然了，大家更知道一个黑天鹅事件，是吧？那怎么回事啊？其实人类原来认识的天鹅都是白天鹅，只认识白色的天鹅。中国3白，中国3种白天鹅：大天鹅、小天鹅、疣鼻天鹅。外国3黑，哪3黑啊？就是黑天鹅、黑颈天鹅和黑嘴天鹅。然后还有一个南美洲的扁嘴天鹅，这就是全世界的7种天鹅。后来这个欧洲的一些剧作家呀，为了在编剧中有这个天鹅湖啊，有这天鹅都是正面的，为了有一个反面的人物，反面的坏的反面代表，结果就制造了一个黑天鹅，先制造出来了一个反面代表黑天鹅。结果没几年，1697年，动物学家竟然在澳洲看到真的黑天鹅了，抱着黑天鹅来到了欧洲，让欧洲人觉得哇，简直是个突发事件呀！所以直到今天 ，Black Swan 还是突发事件的代名词。这是我多说了一句。2个黄鹂鸣翠柳，黄鹂典型的鸣禽，一行白鹭上青天，白鹭典型的射禽。所谓射禽就是腿很长，喙很长，颈很长。当然也有些小型的射禽，不一定都很长，但也是射禽。鹰，只识弯弓射大雕。猛禽，大家知道，猛禽呢分成昼行猛禽和夜行猛禽。金雕，这几年在北京的房山，有很多人到房山去，我还没去凑这热闹，叫拍什么呀？
叫金雕雕羊，实际上是花钱，交钱，大家这帮人一凑交钱给那个放羊的，然后弄小羊羔送过去了，然后让金雕来雕，这就是他们拍这个金雕雕羊的这个场面。那么这几年呢，在北京平谷的西域水库还能看到白尾海雕，这个我倒去了，白尾海雕。观鸟中不断的在发现新事物，或者对你来说有新发现。比如我去年底曾经到不丹去观鸟，结果路边有一只小型的猫头鹰叫领修流。我在拍它的时候，我自己都情不自禁的说：“哎呀，怎么回事？你们看看，太奇怪了！怎么奇怪了？哎，它看着你的时候啊，瞪着小黄眼睛，哎，它突然脑袋一转后边去了。我一看脸后边还有一副脸，哎呀，简直太神奇了！所以我当时我都观鸟观了几十年了，竟然没见过这种现象。所以去年我才见到这种现象。”就是戴着一个后边的一个面具的一个猫头鹰，哎，非常让人叹为观止啊。攀禽，刚才说到的杜鹃是攀禽，刚才听到的啄木鸟也是攀禽，鹦鹉大家知道非常典型的都是攀禽，就是善于攀援的一类鸟。这个。刚才这个观鸟朋友说来找蓝翡翠，看蓝翡翠在这儿呢。这是我在麋鹿苑拍到的一只蓝翡翠，还有那个杜鹃，这些都属于攀禽。陆禽在北京也有，一方面雉类就是陆禽野鸡，另一方面。刚才窗外叫的那个咕咕咕的那个斑鸠也是陆禽。中国是世界雉类大国，中国大概有将近60种的雉类，还有包括豚类，雉豚大家熟悉，就是鹌鹑，哎，小型的雉类。那么雉类和豚类，所以中国因为是一个雉类大国，因此呢，这个世界雉类协会的会长就由咱们中国的学者担任，是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个张正旺教授，因为我们多年认识都很熟，我跟他开玩笑，我说好，祝贺你啊，你成了世界野鸡会的会长了。因为雉就是野鸡啊，开玩笑啊，但是确实是我们中国人的荣耀哈。鸣禽才是鸟类中的绝大部分，占3/4。鸣禽就是以雀形目为主的善于鸣叫的小鸟。说小鸟不科学，大鸟也是鸣禽，乌鸦、喜鹊可够大的，是吧？有的比鹰还大，比刚才说那领修流才一拳头大。那个乌鸦，特别是乌鸦中的最大个的叫渡鸦，哎呦，简直大的就惊人。所以这个鸣禽也不能小看。雀渠，这个有没有南方的这个朋友，江南的朋友？雀渠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呢，它特别友好，站在那儿不动，你随便拍，哎，所以这个人鸟和谐，我特别喜欢拍这样的，后边有个人，前面有个鸟，人虚鸟实，这样的片子，我觉得特别好玩。刚才一路上大家注意啊，现在在你们的社区，在你们的住的地方，在公园里的，现在叫声最好听的就是它，哎，乌冬在西方也是非常通俗的鸟，而且还有一个最通俗的名字叫 Blackbird
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名字，就是乌冬。但是咱们这叫 Chinese Blackbird， 中国特有种，中国乌冬。但是它呢，外号叫百舌鸟，各种委婉动听的声音都可以。但是说到了鸣禽呢，我们不得不说有一种叫荷花雀的鸟。荷花雀就是黄胸乌，黄胸乌原来是像麻雀一样通俗的鸟，但是这些年呢，由于广东有一个地方叫三水的地方，致力于吃这个荷花雀，叫黄胸乌。当地吃没了，又到外地去抓去收购，南方吃没了，又到北方去收购，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所以这种鸟从无危鸟类就是一直在变，十几年变了，连升5级，无危到近危，近危到易危，易危到濒危，现在已经成了极危物种了。所以国家一看国际上都调成极危了，所以赶紧在2021年1月把它调成国家1级保护动物了。所以这样现在谁在养它，谁在卖它，谁在吃它，谁在运输它，谁在捕捉它，都将被判刑。这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那我刚才说我在密云租房的时候，我也见过黄胸乌，遗憾的是我只见过雌鸟，到现在也都没见着过雄鸟黄胸乌。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中国有9条鸟类迁徙路线。我特别爱用这句话，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鸟啊，在中国境内啊，竟然有4条迁徙路线。哎，你看4声杜鹃，看见了吗？听见了吗？刚才这边听的是2声，就那边又是4声，多清晰呀！所以我们说环境教育啊，有一个境界叫在环境中的教育，关于环境的教育，为了环境的教育。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在环境中的教育，一边讲鸟一边听鸟。大家看中国的4条，世界9条鸟类迁徙路线，中国的4条，西太平洋、东亚、澳大利西亚和中亚和西亚这几条迁徙路线。那么其中西亚迁徙路线呢，就是雨燕飞的路线。雨燕飞的路线竟然就是沿着当年唐僧取经的那个丝绸之路走的，就是今天我们的一带一路走的。所以你看神奇不神奇啊？所以我今年2月份到南非去，就是顺着一带一路，顺着雨燕迁徙路线到南非，所以我感到一种心里的就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这就是你观鸟中跟历史跟人文都联系得起来。因为什么呀？因为人类的文化的多样性就是基于大自然的生物的多样性的。刚才说中国有1500种鸟，北京有500种鸟，大概留鸟占26%，旅鸟占50%，夏候鸟占25%，冬候鸟6%。所以到冬天鸟少了，但是鸟少了不是说看不到，尤其是有些鸟只有冬天才能看到。举个例子，寒鸦，只有冬天我们才能见到。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寒鸦，腊七腊八冻死寒鸦。寒鸦就在最冷的时候到我们这儿来。那夏天到哪儿去了？到内蒙草原去了。哎，我正好那年夏天，我跟天文馆的朱馆长朱进带了一个夏令营，我白天带观鸟，他晚上带观星。我们俩人珠联璧合，我们俩人合作带这个团。结果我带观鸟时，竟然看到大群的寒鸦，在夏天的时候，夏令营的时候就在内蒙草原。所以我一下豁然开朗。我说冬天你们到我们北京来了，夏天又回到了内蒙来繁殖来了。
不辞故国3000里，还任雕梁12回。那么在我们身边，特别是在农家院，都能看到屋檐下的燕子。但是在农家屋檐下的燕子一般是2种，就是家燕和金腰燕。注意，是这2种，而不是雨燕。雨燕一般都在雕梁画栋古建中，古建上，甚至是山崖上。结果前些年因为所谓的保护古建，把古建都给拿网子给封上了，这下雨燕没地儿筑巢了，怎么办？雨燕也会与时俱进。这2年我们欣喜地发现，雨燕开始在高架桥上筑巢了所以我终于一颗这个担忧的这个心呢，终于又落地了。我觉得哎呀，那雨燕太伟大了，高架桥上也能筑巢。刚才我说了，在 G20 国家里，中国的北京的首都的鸟类竟然在 G20 国家中排行第2。大家看，排行第1的竟然是巴西利亚，排行第2的就是北京。所以我们作为中国人，作为北京人，在这方面是非常值得自豪的。鸟眼看世界，你如果要是拿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设备，能够拉近拍到鸟的细部，你会发现鸟的这个眼的虹膜各种都不一样。你再看看它的喙，各种的喙都不一样。那么看到它的这些区别，你就知道它是吃什么的，它是夜行的还是昼行的，它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由此判断出来。不同的喙，大家看，叫喙形之实性。这是鸟类之最。雨燕已经让我们很惊讶了。从小我非常熟识就是前门楼子下边的楼燕，长大以后才知道它的学名叫雨燕，或者叫北京雨燕，是普通雨燕的北京亚种。但是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才知道鸟类学家给它带上了定位器以后，知道它过去我们说它夏天在北京繁殖，冬天上南方了，都是朦胧的说法。上南方哪儿了？其实一直不太清楚。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给它安上了定位器以后，发现它飞到南非去了。到了南非就不能再往南飞了，因为就是大海了，那边就是南极了，所以就到南非就到头了。你看，它在作为大陆飞行的一种鸟，但是这来回就3万公里啊，所以就已经很惊人了吧？但还不是鸟类迁徙最惊人的。我们在丹东的鸭绿江看到一种叫斑尾成鹬，每年是从新西兰飞大概1个星期，飞到飞到中国的鸭绿江畔，就是丹东这个地方，在丹东这儿补充能量，补充1个月左右，然后继续飞到阿拉斯加繁殖地，然后繁殖完了以后，带着当年生的小鸟，又从美洲那边，它就等于绕太平洋一圈，又从美洲那边、北美那边又飞回到新西兰越冬。你看多惊人呢！但是这还不是最惊人的，最惊人的就是这里边的谁呢？北极燕鸥，每年从北极飞到南极，从南极飞到北极，这就是世界鸟类之最。这里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说了，大家一览无遗。所以讲课讲到这儿呢，我想用一个定性，请大家认识我们身边的鸟。鸟类是免费的、持续的、美丽的、无害的生态维护大军。那么既然鸟类这么好，我们用个什么态度来与鸟成为朋友呢？人鸟和谐呢？好，最后我举几个字儿：如果爱鸟，请来观鸟，不要观鸟。如果你喜欢它们，请摄影，而不要射杀。
请敬畏自然，而不要惊吓它们；请对它们痴情，而不要想着去吃它们。好了，我的观点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看看有没有交流互动的，有没有？感谢郭老师的精彩分享，从岩谷壁画中的鸟类图案到望远镜里的清晰语义，人类凝望天空的目光，其实也是一部与非与精灵互动的文明史。如今我们观鸟不只是辨别鸟种，更是换一种视角理解人与自然。鸟类精灵活泼惹人爱，希望大家在观鸟的同时做到不打扰、不伤害。